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于19号在芝加哥正式拉开帷幕。自拜登退选后，民主党方面已经重新制定大会议程，计划赞扬拜登的成绩，以及重新将哈里斯介绍给美国民众。按照公布的议程，拜登将在大会首日发表演讲，哈里斯预计在22号大会闭幕当天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阐述其政治主张。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安排了多任民主党籍美国总统助选，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都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The city of Chicago is ready to host the 2024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有舆论认为，此次大会将很热闹。自哈里斯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大会门票、活动场地和酒店房间需求激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全国财务主席科尔格形容，进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比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门票还要抢手。有观察指，这反映出民主党涌现的热情高涨。过去几周，哈里斯现身的场馆同样座无虚席。然而，共和党方面则对这番热闹产生质疑。特朗普日前声称，哈里斯上周到密歇根州拉票时，为了夸大声势，大批人群现身支持的照片是经过人工智能修图的。不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用2个人工智能模型分析了该照片，结果证明均没发现任何人工智能操纵的证据。专家分析，照片受人工智能软件扭曲，大概只有4%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哈里斯的摇摆州竞选特种兵之旅还在继续。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宣布，哈里斯将于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演讲，概述他的经济政策。一位竞选官员透露，哈里斯的演讲将详细介绍他如何计划降低中产阶级家庭成本，并打击企业哄抬价格的策略。有分析指，这显示出哈里斯的关注点是在这个民主党希望赢下的摇摆州，缓解选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It'll be focused on the economy and what we need to do to bring down costs and also strengthen the economy overall. 当地时间12号，特朗普和美国知名企业家马斯克的直播访谈吸引约130万听众。直播结束后，马斯克又立马向哈里斯发出采访邀请，如哈里斯答应，将是他正式参选以来的首次专访。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周将在芝加哥召开，众多党内大佬将为哈里斯站台。特斯拉 CEO 马斯克13号凌晨发文称，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X 上的对话以及随后讨论的综合浏览量已达到约10亿。虽然此次直播遭受网络攻击开局不利，但高峰期仍有130万听众，甚至连特朗普在直播中使用的充电宝都在网络上掀起带货热潮。 Congratulations on breaking every record in the book tonight. That's great. 在同马斯克长达2个小时的对话中，特朗普不忘猛烈攻击哈里斯等民主党人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移民、外交等领域政策。哈里斯竞选团队随后发表声明回击和讽刺特朗普和马斯克，言辞尖锐。哈里斯团队的发言人科斯特洛更是直言，特朗普的整个竞选活动都服务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帮有钱人，而且在2024年仍然做不好一场直播。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一直是 X 平台的狂热使用者。由于过度喜爱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对内政外交的看法，特朗普一度被舆论称为推特之国。但后来因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骚乱，特朗普的账号被该平台封禁。2022年底，马斯克收购推特并将其更名为 X 后，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不过此后，特朗普一直使用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表各种政治观点。特朗普时隔3年多重返 X， 正逢2024年大选的关键时刻。目前距离11月5号投票日不到3个月。外界认为，本次直播对特朗普与马斯克而言是各取所需。一方面，陷入广告商和用户不断流失困境的 X 需要特朗普来吸引流量；另一方面，特朗普也需要在多渠道为自己的选举造势，以对付哈里斯的强势追击。当前，哈里斯在一些全国性民调中有赶超特朗普的势头，但在可能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摇摆州，二人选情焦灼。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与马斯克的这场直播连线并没有给他的民调数据带来明显提升。在3大关键摇摆州中，特朗普仅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哈里斯持平，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民调均落后于哈里斯。在与特朗普直播对话后，马斯克13号又向哈里斯发出采访邀请，称也很乐意在 X 平台上主持与哈里斯的对话。如果哈里斯方面接受邀请，这将会是其参选以来的首次专访。
哈里斯参选已有3周时间，但仍未召开记者会和接受媒体专访。上周在密歇根州造势后，哈里斯曾首度接受媒体即兴问答，但过程仅持续了短短70秒。有评论认为这场问答是插科打诨。观察指，这与哈里斯的选战策略有关。他是为了避免对手攻击或分化其支持者，目前在许多议题上仍保持模糊立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不参加下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意味着他将近3年的首相生涯即将完结。岸田做出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谁又将接棒成为新任首相呢？その際、自民党が変わることを示す最も分かりやすい最初の一歩は、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あります。私は来たる総裁選には出馬いたしません。14号上午的记者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自民党派系收回扣事件表示，作为最高领导者，必须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けじめをつけ、総裁選に向か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去年底，自民党爆出黑金丑闻，多个派阀向麾下国会议员下达政治筹款派对券的销售指标，所售超标部分所得资金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且不计入收支报告，从而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今年4月，自民党对39名涉事者进行党纪处分，岸田原先领导的派阀同样牵涉此次黑金丑闻，但岸田本人当时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引发广泛质疑。日本7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基层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首相，超80%民众认为他作为自民党总裁，未就本党黑金丑闻负起责任。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岸田此次宣布退选，其突然性不至于日本政坛发生的一场地震。他认为，岸田选择激流勇退，表面上看是为自民党黑金丑闻承担政治责任，实际上是由于他此前在处理该丑闻时的诸多决定，打破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后，不得不吃下的无奈苦果。那么一方面，他是彻底打破对党内拥有近100人的原第一大派阀安倍派的政治架构，那么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岸田茂木麻生3人领导体制，造成了麻生和茂木的强烈不满，由此事实上难以获得连任总裁选举的支持。那么再加上岸田推出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那么广大老百姓并没有感到经济好转后生活好转的实惠，因此岸田退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内外交困、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谁将接棒岸田也成了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岸田宣布退选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第一时间表态称，如果能集齐参选所需的20名推荐人，将担起责任，为参选加紧准备。外界认为，这表明他已事实上表态参加总裁选举。日本民调显示，石破茂当前以26.2%的支持率位居首位。与岸田同岁的石破茂曾任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石破茂曾4次竞选自民党党魁均落败，但他在自民党基层组织中人气很高。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国内舆论来看，对石破茂都非常有利。但在自民党参众议员内的党内的支持度，石破茂并不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是已故原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对手，因此呢，也一直受到安倍派和他的政治盟友麻生派的打压，所以呢，他在党内难以形成他的一个领导气候。日本数字大臣河野太郎上月底也向副总裁麻生太郎表达了参选意愿。1963年出生的河野太郎同样来自政治世家，父亲河野洋平、祖父河野一郎都是日本政坛的知华派。河野洋平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曾于1993年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著名的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强征当地妇女的暴行，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该谈话随后也被视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河野
太郎本人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英语流利，擅长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2017年至2020年间，曾分别担任外务大臣、防卫大臣。2021年，河野太郎参与角逐首相之位，结果败给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但河野太郎对历史问题的立场与其家族不同，更加激进。担任防卫相期间，他也主张强化日本防卫能力，重新审视国家安保战略等。日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敲定2025年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创历史新高。即便如此，有美国智库还发文渲染称，台当局的防卫预算不足，强硬要求这一数字应达到台湾地区 GDP 的5%。对台军售连年增加的美国打的什么算盘？在赖清德当局公布2025年度巨额防务预算后，岛内怨声一片，认为举债来支持预算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然而，美国却并不满足。多名美国人士连续炒作所谓台湾的防卫开支不足。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9号在该智库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接批评6%的防务费增幅不足以缓解外界对台湾是否竭尽所能抵御大陆的担忧。他还列出了具体的标准，即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应提高到 GDP 的5%。如今，台湾的防卫开支已等同于 GDP 的2.5%。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个月也提到5%这一数字。如果按照美方指定的占 GDP 5%来规划军费，相当于台当局1年的公务预算的1半都要拿来打仗。那就不是增加5%了，是要再增加100%才够。而且付了钱买美国指定台湾得买的武器，美国收了钱，武器却不交货。美国现在拖欠台湾的军购项目还有高达200亿美元。也就是因为一面倒向美国，给了钱货不来，台湾还不能抗议。这下美国不是慈善事业，台湾倒像是慈善事业了。那更重要的是，你付了几百亿美金的钱给美国，台湾的安全处境却更危险。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因为破坏了两岸关系。有岛内民代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变着法子来表达对台湾的不满，就是要逼迫民进党当局提升预算，来给美国交保护费。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都会逼台湾买更多的武器。为了要让台湾呢继续的买武器，他会做的就是让台湾呢越来越觉得很不安、很不安全。如果你要我保护你台湾，那你就要付保护费啊。买美国的武器是不是就一定有安全？未必。可是你要付更多钱。还有观察指出，花更多钱在军费上，意味着民生福祉领域的投入会越来越少，相当于民进党帮着美国人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里掏钱。民进党上来以后，其实军费上都是逐年在增加，而且大幅度的增加。这样下去，如果我们问有没有效果，效果就问台湾人民有没有觉得更安全？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两岸关系变坏了，所以你两岸关系坏，战争的可能性、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你买多少武器，其实都不会增加你的安全感。但是你都听美国人的话，不断的买武器，加入美国的围堵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请问你两岸关系如何改善？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针对中国运动员的抹黑言论不断。然而，经过调查，证据显示，美国这一行为纯属贼喊捉贼。近日，央视揭秘了美国滥用兴奋剂的全产业链，美国是抹黑中国游泳队的主要推手。当地时间7号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连续多年明知故犯，纵容美国运动员嗑药参赛，无视世界反兴奋剂规则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自己的规则。讽刺的是，一直以来反兴奋剂口号喊得最响，动不动就嚷嚷别国运动员嗑药的，正是美国。Som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his swim was impossible, and the suggestion perhaps in some sort of performance enhancing.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有这么快的时候要被质疑？美国媒体追着中国运动员刁难，却对自家运动员这样大红大紫、引发大量质疑的画面视而不见。尤其是在中国游泳队打破美国40年垄断，夺得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后，他们集体破防了。美国媒体今年多次把中国游泳队和兴奋剂绑定在一起进行炒作，那这样的关联抹黑叙事是怎么操作的？央视进行了揭秘。以中国游泳兴奋剂为关键词，我拉出了今年以来的相关报道。
发现早在奥运会举办前3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就开始炒作2021年的一起中国游泳运动员食品污染事件。这个事件当时已经被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泳联彻查过，他们一致判定中国运动员无过错，是食品污染问题。但美国媒体报道话里话外的态度，不相信是食品污染，他们认为是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在包庇中国游泳运动员，所以报道高呼不公平，要求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赛。也就是说，这次关联抹黑的开头是一次冷饭热炒。因为美国媒体的炒作，美国国会呼吁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以及要在美国开一个针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听证会。报道称，与美国媒体一起打配合的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美国反兴奋机构 CEO 泰格特。在巴黎奥运会开始前1个月，泰格特带着美国知名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走进听证会，与美国国会议员一起打出一波贼喊捉贼的操作。Mr. Phelps,Do you consider WADA an effective regulator for Olympic athletes? I don't have many positive things to say about them. We need a prosecutor to go in and look at the facts. And it's why we've asked for the full China dossier. I agree with Mr. Tiger. 这整场听证会，美国国会先否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试图说明他们对中国的监督不到位，再提出要由美国直接对中国进行监督，再次施展长臂管辖的老艺能。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已经明确表示，中国游泳队是本届巴黎奥运会上接受检测次数最多的国家游泳队。在赛前集训的78天里，张雨霏等6人均接受了25次以上的检测。相比之下，美国的游泳运动员2024年上半年的人均检测量只有6次。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给国际检测机构写邮件询问情况，对方答复道，的确是媒体对中国游泳队的报道导致了中国游泳队奥运会前期的额外检测。分析指，抹黑中国运动员其实是美国转移自身负面新闻焦点的手段。据报道，美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早有前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表声明称，在东京奥运会赛前的1年中，31%的美国运动员并未得到充分的兴奋剂检测。中国反兴奋剂中心8号发表声明，呼吁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掩盖美国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并允许他们参加比赛的违规操作开展独立调查，并要求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立即公布所涉及的案件细节。据玉渊谈天的报道，美国滥用兴奋剂实际上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涉及到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职业联盟、美国药企、美国奥委会等。随着反兴奋剂的工作从美国奥委会独立出来，现在变成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树大号乘凉，继续。很快你拥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同时你被教练告知，你需要开始得病。通过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申请，你获得了合法嗑药的权利，现在更安全了，放心。从事反兴奋剂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的法国知名体育医师让·皮埃尔·德蒙德纳德表示，美国运动员的药物滥用由来已久，在上个世纪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许多美国运动员都大量服用兴奋剂。Les États-Unis ont inventé les stéroïdes anabolisants à cette époque-là. Et dans les centres d'entraînement américains, vous aviez dans le vestiaire un saladier.où il y avait des pilules multicolores dans tous les sens, et il les prenait à la poignée. Attendez, Carl Lewis, en 88, juste avant les Jeux de Séoul, il a été contrôlé 3 fois positif, et pas sanctionné. Il avait donné comme excuse qu'il avait pris le produit par inadvertance. Donc les Américains ont étouffé l'affaire. Et des cas comme ça, il y en a beaucoup.